私立豪林馆高中的开学典礼上，2年级3班的学生们将迎来一位新班主任。学生们满怀期待和兴奋地七嘴八舌讨论着新老师。同时，车站里上演了一场紧张的追逐战。一群警察在追捕电车痴汉，把整个车站搞得一片混乱。就在痴汉即将逃脱之际，一个穿着黄色长裙和白色高跟鞋的身影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一开口，却是一种低沉而浑厚的中年男生，长相也完全是个大叔模样。这位男士竟是传说中的女装达人。女装大佬动作敏捷，几下就把痴汉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虽然他见义勇为，但也因此迟到，被拦在学校门外。此时，开学典礼已经开始了。作为主角的新老师原田却迟迟才到。他穿着小高跟，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他所过之处，人群自动像潮水般散开，大家不约而同地为他让出了一条道路。学生东条天不怕地不怕，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嘲笑原田是个娘娘腔，顿时引来哄堂大笑。很快，男女生都开始起哄，大喊着丑女、恶女等侮辱性词汇。原田没有被这些嘲笑声吓倒，他深吸一口气，怒斥那些学生才是真正的丑八怪。吵闹的学生们立刻安静了下来。原田手持话筒，字字铿锵有力：你们嘲笑我丑，那是你们的自由，但是肆意嘲笑他人的人，才是真正丑到极点的人。原田要教给学生的是课本上学不到的道理，教他们如何成为真正的人。对于那些不服的学生，如东条，原田走到他面前，说出了那句震撼人心的台词：要不要跟我谈一次恋爱试试，小混蛋？东条哑口无言。毫无疑问，原田的首次亮相犹如惊雷贯耳，他的出现定会在校园掀起波澜。开学典礼结束后，面对这样的原田，校长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大加赞赏。他说，教育界多年未变，已显腐朽。校长寄予原田厚望，希望他能打破常规，开创新局。尽管其他老师对原田意见颇多，负责校风校纪的长井老师便对他发难，质问他为何早上迟到。原田反责长井老师提前5分钟就锁了校门，害他在翻墙时弄脏了裙子。老派的长井老师坚持提前5分钟关门能培养学生的时间观念。原田反驳说，谁会提前5分钟关店呢？就算是最后5分钟进店的顾客也是顾客，提前关门的主意是你出的。这番话让长井老师哑口无言。原田的另类教育观点，一进学校就开始挑战传统。不拘小节的原田不只是在走廊跑步，还大胆承认自己曾在夜店工作，让担任副班主任的小田很难做。典礼上和原田针锋相对的东条，回到班级还是一如既往的找原田的茬。原田似乎不在乎，反而开始给学生们普及什么是 LGBT 群体。L 是 lesbian 女同性恋， G 是 gay 男同性恋， B 是 bisexual 即双性恋，对男女都有兴趣。最后的 T 是 transgender 跨性别者，指那些性别认同与出生时社会定义不同的人。东条不接受原田的讲解，批评他双重标准。刚说过随便怎么称呼他都行，现在却因为一个外号不高兴。原田解释说，任何称呼都应基于相互尊重，但学生们对他一点尊重都没有，甚至比 gay 吧的杂乱无章的客人们还不懂礼貌。东条又想跟原田吵架，但被明智制止。东条看似霸气，却不敢违抗明智。温和的明智实际上才是班上的老大。他虽年轻，却很有手腕。他用言辞挑拨师生关系，怂恿学生们比赛谁能更快让原田下课。这场闹剧，戴口罩的学生若琳只是静静的旁观。夜晚，教师们为原田举办了欢迎会。李健老师坐不住了，他一开口就直接问原田，变性后的男性生殖器有何不同？原田冷静回答，你是不是以为我这样的人，任何问题都可以随便问？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很多人会觉得这问题很冒犯。李健老师真诚地向原田道歉，原田并没放在心上。讲完道理后，他大声回答了李健的问题。他们一问一答，让场面一度尴尬万分，现场一时非常混乱。长井老师再怎么忍也忍不住，终于对原田发作了，指责原田对学生的态度太差，还说他的穿着实在太浮夸。原田也不是省油的灯，直戳长井老师的痛点，说他不受男性欢迎，自己内敛却容不下别人张扬。这话让长井老师很受伤，两人的关系更僵了。这场混乱的欢迎会一结束，原田一回家就卸掉了化妆和假发，看上去就是个普通的中年男人，和女儿以及他的前男友安井轻松喝啤酒。安井明明已经和原田的女儿分手，还脸皮厚的常来原田家，就为了多和人生导师原田相处。第二天上课，东条依旧找原田的茬，
嘲笑原田连学生名字都记不住。原田倒是觉得，老师又没规定非得记住每个学生的名字，这次点名却让原田记住了一个名叫光刚的学生。他从不来上课，也不和同学联系，好像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午休时，若琳一个人在屋顶上吃饭，原田和小田吵吵闹闹的上来了。若琳赶紧戴上口罩，生怕别人看到她的脸。原田觉得奇怪，若琳吃饭时竟然还戴口罩。若琳嘟囔道：“你以为我想戴口罩吗？”原田虽然脾气不小，但也不是非常固执。在小田老师的请求下，还有女儿和学霸安井的帮助，原田开始努力记住学生的名字。这天原田特意提前去上班，没想到还没到上班时间，校门就已经被长井老师锁上了。原田只能无奈地爬墙。这时，那个平时不来学校的光刚也罕见地来到了校门口，却被原田的样子吓得立刻转身离开，还不小心撞到了同样迟到的李健老师。原田气鼓鼓地回到座位，李健老师过来告诉他，早上在校门口遇到了原田班上的光刚同学。原田对光刚这个名字记得很清楚，但突发的糟心事打断了他的思绪。大家急忙跑到操场，看到那个平时默默无闻的若琳，竟然站在教学楼的天台上。他威胁用生命逼原田辞职。原来若琳在班里被东条和明智带头的一群男生欺负，他们策划让原田辞职。胆小的若琳只能听命行事。东条也没料到若琳会这样激动，毕竟他还是个孩子，开始担忧起来。明智不同，他心里早有打算，就算发生什么意外，他也能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长井老师急问若琳为何如此冲动，若琳说是因为原田曾让他摘口罩。小田老师正要提醒原田小心言行，哪知行动快的原田已经到了若琳身边。若琳因为长相问题，从小到中学一直受苦，所以她戴上口罩掩藏自己。原田说这世界本不公平，长得好的占便宜，长得差的吃亏，残酷，但这是现实。对若琳来说，原田没有为她外表不重要的安慰，他采取了不同的方法，直截了当地指出，你这样戴口罩，在计较外貌得失前，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但最触动若琳的是，原田竟然叫出了他的名字。自卑的若琳内心其实很需要被关注，他用口罩遮住了自己，人们只看到口罩，看不到真正的若琳。原田地呼唤，让他的话语触动了若琳。原田还大胆提议，不如从楼上跳下去，让那些看不起你的人大吃一惊。原田召集了全班同学和老师，在楼下铺开了大幕布，保证若琳的安全。为了重生，若琳鼓起勇气一跃而下，还真如原田所说，对着摄像机的少年们竖起了野指，宣布了自己的胜利。不管外貌，不管流行，统统都去见鬼。若琳准确落在幕布中央，安全着陆。他摘下了口罩，实际上是放下了心防，和原田像朋友一样开怀互损。原田赢得了班级的尊重，这样大家都开心的结局，让所有人都舒了一口气。可对于总爱幻想的明智来说，这太无聊了，失望的回家。他吩咐同学把视频全删了，但他那神秘的微笑似乎又暗示着新的计划。故事的尾声，原田又一次被长井老师锁在学校外面。这次他气冲冲地开来了一台挖掘机，直接把学校大门砸成了碎片。长井老师气冲冲去找校长告状，但校长却一点也不责怪原田，还让原田随心所欲地去教书。这让长井老师不仅不能接受，连原田自己都觉得有点尴尬。原田离开后，校长提醒长井老师要多关注补习的事。长井老师开始努力提高学校的平均成绩，他为成绩不好的班级安排了补习课，还要求班主任必须陪同，这让原田很不高兴。补习是强制的，但那些成绩优异、能为学校争光的社团，可以免去补习，专心准备社团活动。在走廊里，保健室的佐川老师正和一帮女生聚在一起，看样子是在为某件事烦恼。佐川老师突然想到原田还没带任何社团，就请求他来做啦啦队的顾问。原来的顾问护场老师去休产假了，没有老师监督，学生们就无法进行社团活动。原田一开始觉得太麻烦，不想答应，啦啦队的成员们也不太愿意，但被高额奖金诱惑，原田还是答应了担任顾问。参与社团活动时，佐川老师不禁感慨，学生的幸福和老师的幸福，哪个更重要？原田立马回答，两边都很重要。用一方的幸福要求另一方让步，这太狡猾了。勤奋的队员们一直练到天黑，第二天一大早又要起来晨练。早起的原田脸上挂着不爽的表情，队员川崎的脚腕有问题，但他忍着痛没跟别人说。训练结束后，大肚子的护场老师来看望大家，原田看着他，表情严肃，这是什么样的丈夫，竟然让快要生的妻子
一个人出门。护驾老师问原田学生们的近况，惊讶地发现，这些孩子还在按他很早以前的计划练习。护场老师看着学生们的背影，既担心又无奈。这次估计还是第4名。原田立刻反驳，孩子们那么努力，你怎么一开始就认输了？这话让护老师感到羞愧。晚上回家后，细子得知原田成了社团顾问，非常担心他的健康。原田却只顾谈论社团的事，打发了细子。紧接着的社团活动，高强度的训练让川崎的脚腕更加糟糕，他却咬紧牙关继续。细心的原田注意到川崎的不适，建议今天就此停止训练。原田担心队员们体力吃不消，队员们却不领情。原田离开后，他们偷偷加练。这次加练让原田的不安成真。已经强撑的川崎在做高难度动作时扭伤了脚腕，被紧急送往医院。原田作为顾问在医院等候，碰巧遇到来做产检的护驾老师。原田敏锐地发现护驾老师的无名指没戴婚戒，他猜到护驾老师可能是单亲妈妈，但他体贴的没有明说，只是告诉护场老师有困难可以找他。这时传来一则还算不错的消息，川崎的伤势不算太严重，考虑到长远健康，短期内不能进行剧烈运动。川崎脚打着绷带走出病房，原田郑重其事地劝川崎停止训练。川崎显得很迷茫，他不确定自己是否错了，也摸不清未来该怎么办。原田借自己的经历劝解川崎，我也曾无数次夜里想放弃，如果发泄能让你好受点，那就尽情发泄吧。川崎呆呆地站在那儿，似乎在深思。第二天早上，光刚在校门口犹豫不前，李健老师再次注意到光刚，他警告光刚再不来学校就要留级，他决定不再逃学。另一边，原田来到办公室，长井老师告诉他，因为川崎的伤，委员会要求啦啦队在补习期间停止训练。原田对学校的自作主张感到不满，长井老师认为这是为了学校的声誉。没办法了，原田明白学生们的艰难，他气愤地质问长井老师，你这样的话怎么好意思对着努力的队员说？这话让长井老师感到触动，他叹气，脸上露出矛盾的表情。放学时，原田去了练习场，跟学生们说了不能继续练习的坏消息，队员们一脸失落。突然，原田话锋一转，虽然不能常规练习，我们还能特训。原田把学生们带到了秀场酒吧，秀场演员们的激烈舞蹈让啦啦队员们看呆了。原田决定让队员们在这里特训，他还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新队服。在原田的鼓舞下，队员们继续备战。不幸的是，打工的明智发现了这一切。明智拍下这场景发给了东条，东条在照片里看到了川崎，他和川崎从小就是朋友，担心明智散布照片可能会影响川崎和啦啦队。东条不想牵扯无辜之人，但明智只在乎赢得赌局。东条和明智曾是足球队友，东条是因伤退队的，而明智是因为厌倦了。东条觉得明智不懂坚持，因此不理解努力的价值，两人关系破裂。放学后，明智堵住原田，向他展示偷拍的照片，威胁原田如果辞职就不会把照片公开。原田显得很为难，但明智突然说只是开玩笑，并当场删除了照片。明智的举动让人捉摸不透，他到底想要什么？队员们的训练越来越好，川崎发现自己不在时，同伴们的表现反而更棒，感觉自己很多余。川崎偶遇长井老师，长井老师敏感地察觉到了原田秘密提供了练习场地，川崎不太会撒谎，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本以为事情大条了，没想到长井老师反而没生气，提醒川崎要小心，别被人发现。不知不觉间，连学校的老师们都受到了原田的潜移默化。到家后，东条发现川崎在偷偷练习，为了川崎和队友们的努力不白费，东条放下自尊，请求明智保密照片。终于迎来了大赛的那一天，护场老师因为孩子提前要出生住院了，没能来观看学生们的表演，川崎也没来。原田鼓励其他队员全力以赴。大赛后，原田去医院看望护场老师，发现他又偷偷戴上了婚戒。护种老师是单亲妈妈，但她不想被人议论，所以一直戴着婚戒。原田虽然表面上赞扬队员们的舞蹈，其实是在鼓励护场老师，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就什么都做不成。原田带护场老师到窗前，让他看看楼下等待的啦啦队。离队的川崎也被小田老师带来了。原来川崎觉得只能看着不如不来，但又很难下决心放弃啦啦队。为了鼓励川崎，曾在田径队的原田展示了自己的跑步姿势。原田对川崎说，伤口会随时间愈合，但后悔会一直扩大，是继续还是放弃？
要仔细考虑，做出不会后悔的选择。原田还夸自己跑步时侧脸帅极了。这个样子确实很帅，解开了川崎的心结。原田和队员们为护场老师表演，队员们带着川崎一起跳，动作虽小，川崎依然挥舞双手，全力舞动。学生们的热情感动了护驾老师，他鼓起勇气摘下了戒指。啦啦队赢得了比赛，原田终于拿到了期盼的顾问补贴，却发现只有600日元，这简直是侮辱。他在办公室大发雷霆，不小心弄脏了李健老师的衣服，结果连仅有的2枚硬币也赔了出去。在上学的路上，东条向明智表示感谢，但情商不高的他又开始提起足球了，触碰到了明智的敏感点。明智气得直摇头，放弃的不只有你一个。不知不觉中，原田这位火辣教师已经在豪林馆搅得风起云涌。期中考试快到了，逃学达人光刚还是没去学校，同学们联系他，他也总是不回。光刚是单亲家庭长大的，他妈妈不仅要工作，还要照顾3个孩子，他们的生活确实不容易。光刚可能不算好学生，但他绝对是个好儿子和好兄弟。为了减轻妈妈的压力，光刚自告奋勇负责接送弟弟妹妹和做饭。期中考试那天，光刚在校门口徘徊，被李健老师看到了。李健老师询问光刚为何迟到，光刚解释说是因为每天送弟弟妹妹去幼儿园，到学校时校门已经关了，感觉自己被学校拒之门外。但期中考试不同于平常，李健老师还是坚持拉光刚进了教室。看到久别的同学，光刚显得很不自在，感觉自己完全不合群。这场考试对他来说简直是噩梦，他已经旷了整整半个学期的课，考卷上的问题一个也答不上来，其他同学都在奋力作答，圆珠笔在纸上的摩擦声，考卷翻动的声音，这一切都给光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无奈之下，他只好作弊，偷偷抄了旁边女生的答案。考试后，男生们围着明智抱怨考试太难。自从和明智吵架后，东条就被默默地排挤出了圈子。光刚刚跟金泉聊上，就接到了妈妈的电话，听说妈妈没去接弟弟妹妹，急忙跑了。原田和若琳正好在讨论光刚的事，看到光刚急匆匆的，就帮他叫了辆车去幼儿园。原田和若琳也一起去了，还厚脸皮跟光刚一起回家了。正好光刚的妈妈也回来了，这位妈妈心真大，一见面就误以为原田是光刚的女朋友，害得光刚当场都懵了。曾经胆小的若琳在原田的影响下越来越开朗，两人就在光刚家里吃饭，发现光刚妈妈对儿子逃学一事毫不知情，原田也没揭穿，帮光刚保守了这个秘密。饭后，原田询问光刚以后的计划，光刚又一次提出了他想退学的念头。妈妈希望光刚能去上大学，但光刚觉得家庭情况不允许，而且他自己也有了明确的目标，他想要创立一个让全球妈妈们都幸福的服务。光刚认为自己的妈妈可能是世界上最孤单的人，他们的生活完全是为了孩子，他们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虽然原田很支持光刚的理想，但他并不认为退学是正确的选择。光刚内心其实也挺犹豫的。离开时，原田不小心把耳环落在光刚家了。考试终于结束了，老师在批改试卷时发现光刚和隔壁女孩的答案几乎一样，连同一些荒谬的错误也都相同。在被审问后，光刚承认了作弊。学校请光刚的妈妈到校谈话，妈妈担心光刚可能会被停学或劝退，但光刚自己似乎并不太在意。争吵中，光刚流露出对学校的厌恶。原田劝光刚说，考试可以作弊，但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却不能作弊。当长井老师坚持认为错误无法原谅时，原田立刻反驳他，学校真的应该毁掉一个年轻人的未来吗？长井老师一时语塞，校长在旁听后提议重新出一份考卷，让2年3班的学生重新考试。为了给光刚一个机会，讨厌麻烦的原田立刻同意了。长井老师最终也同意了。在回家的路上，光刚和妈妈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光刚为作弊的事向妈妈道歉，但妈妈似乎并不介意。他们俩像兄弟一样肩并肩地走回家。晚上，明智像往常一样去打工，但总有一天会露馅。这次他被若琳当场抓住。第二天一大早，全班重考的事引起了一阵骚动，光刚成了众矢之的。当有同学找光刚的麻烦时，明智出面帮忙劝架，但一旦原田出现，年纪轻轻的明智却有2副面孔。他又改口说补考对其他同学不公平。接着，明智跟原田打了个赌，如果班上语文平均分超过上次，原田就得答应学生们的一个要求。为了赢得这个赌注，聪明的明智决定帮大家作弊，这样成绩不好的同学也能答对题。同学们都支持明智的主意，学生们因重考哀声连连，老师们忙着出新卷，
也是忙到不行，李健忙到连饭都没空吃。保健室里加班紧张出卷，李健觉得课程和考试应该个性化设计，但也清楚这样的工作量实在太大，难以实现。原田安慰他，强调让学生们在考试中竞争第一也很关键。原田邀请李健去吃豆腐皮寿司，还像妈妈一样帮他拿掉嘴角的饭粒。原田温柔的举动让李健愣住了，心情久久无法平静。放学后，若琳鼓起勇气拦下了明智，他支支吾吾地说，自己愿意为明智保密违反校规的打工事。明智明白若琳这么做是因为和原田的打赌，让若琳不要得意忘形。若琳仍未完全摆脱明智的阴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明智离去。光刚带着弟弟妹妹回家时，看到金泉在家附近等着他。金泉担心光刚复习效率低，特地借给他自己的笔记。有了金泉的笔记，光刚夜读备考，终于做好了准备。第二天考试，光刚答题很顺利，但在教室里，同学们的七嘴八舌像潮水一样淹没了光刚，让他坐立难安。考试的第二天，光刚送走了妈妈和弟弟妹妹，压力太大，他一个人躲在家里没去学校。眼看距考试开始只剩20分钟，原田急匆匆地赶到光刚家，想把他带回考场。光刚非常抵触，害怕同学们的埋怨。原田理解光刚想逃避的心情，但他说这些烦心事时间一长很快就会淡忘。原田认真地看着光刚的眼睛，诚恳地说，你确实犯了错，但我会创造一个可以原谅你的环境。原田试图破窗带光刚出去，光刚害怕破坏窗户给妈妈带来麻烦，拼命阻止。在原田的坚持下，光刚终于打开了窗户，对原田也敞开了心扉。原田的假发又一次掉了，看来原田的秃头才是最佳的心理治疗师。每次他的假发一掉，学生们的心结也随之解开。两人赶回学校，太好了，小田老师把考试时间推后了5分钟。光刚勉强在众目睽睽之下赶上了考试。光刚低下了头，骄傲的少年脊背弯曲，深深鞠了一躬，向大家道了个歉。啦啦队的同学们第一个表示了理解，紧接着明智和原田又提到了之前的赌约，如果平均分能提高，原田就得满足全班同学的一个请求。谁料到考试一开始，原田突然搞了个大动作，他拿出了语文试卷的答案，领头帮大家作弊。明智很不高兴地提出，这样做原田肯定输定了。原田却毫不在意。明智气呼呼地调转了课桌，选择不看黑板上的答案，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原田的抗议。在明智的带领下，陆续有同学也调转了课桌，光刚也拒绝参与作弊。很快，2年3班的同学们都选择了站在原田对立面。原田有点意外，但也为大家的勇气感到骄傲。考试终于结束，光刚的第一门考试成绩也过了，校长和长景老师都替他感到高兴，解开了心结。光刚终于能像以前那样和同学们自然相处了。而曾经班里的焦点东条，现在被之前的朋友们像对待透明人一样。若琳看着孤单的东条，脸上满是犹豫，似乎在思考些什么。另一边的明智一个人回到了家，他的房间布置得非常简单，垃圾堆积如山。明智坐在床上，泪水慢慢的滑落，他身上似乎藏着一些难以说出口的秘密。为了培养学生们的多样性，校长安排了1周的职场体验，实习的地点不仅有工厂和制造业，竟然还包括侦探社。原田和李健这2个小淘气得知后，兴奋地想象着追查出轨、揭穿渣男的场景。学生们选职业志愿时，那些问题少年还是跟随明智，被冷落的东条却一个志愿也没填。原田注意到东条最近总是孤单一人，就把他安排到了自己的侦探组。职业体验的那天，原田组只有4个学生参加，现场显得很冷清。他们来到了鱼柱侦探事务所，却发现事务所根本没接到什么委托，只能无聊的等待。明智组的几位同学在工厂体验职场生活，拘谨对工作还不太熟悉。被挑剔的厂长抓到了小错，他把气全撒在所有学生身上，让大家只能旁观，不能动手。忍不住的几个男生只好出去透透气，结果又被厂里取笑，说他们制造麻烦还偷懒。看牛九宝那火爆脾气就要爆发了，明智及时阻止了他。威严的明智直截了当地指出问题，厂长其实是担心学生们会给工厂带来麻烦。厂长辩论不过明智，只好用现在的年轻人没用这种老生常谈来批评学生。这种一刀切的说法讽刺了学生。明智脸色阴沉，带领男生们离开了工厂。原田组在办公室等到天黑，一直没接到任何委托，大家都无聊到快睡着了。这时候所长的电话突然响起，终于来了一个委托，大家立刻精神起来。委托人竟然是所长的奶奶。
他曾经经历过战后的贫穷，在餐厅出于节约，把吃不完的天妇罗给了旁边桌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接下了食物，但他偷偷地帮奶奶支付了餐费。奶奶想找到那个好心的年轻人，亲自向他道一声谢谢。几个人根据奶奶的描述尝试画出那个人的肖像，但他们谁也不擅长绘画，画出来的像是稀奇古怪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拿着这幅画上街去调查。东条和若琳被分到同一组，看着若琳正常和人交流，东条开玩笑说若琳从楼上跳下来后性得大便。这话触碰到若琳的痛处，她因为之前被欺凌而感到愤怒。东条从没向她道歉，却能若无其事地和她说话。愤怒的若琳头也不回地走了，只留下东条一个人在那儿委屈地站着，看起来像只被遗弃的小狗。李健和原田是另一组。自从李健在原田这里感受到母亲般的关怀，他就非常依赖原田。他特地准备了豆腐皮寿司给原田，获得了原田的夸奖。李健笑得很幸福，眼里满是温暖。第二天，校长和场景召集明治组的学生谈话，在了解到他们不去实习的原因后，校长换地儿还是碰到不讲理的事，只能敷衍过去。明治锐利地指出，学校只是怕丢脸，所以才不肯给他们换地方。面对明治的直言，校长尴尬地挠挠头，场景老师也低头不敢直视明治。明治一边说对不起，一边其实言辞里带着针锋，刺得老师们脸色都变难看了。场景老师试图说服明治他们回工厂实习，说自己会和校长一起去求情。明治明白老师心里还觉得是他们的错，气呼呼地说，如果班主任原田能帮忙求情，他们就回工厂。校长则是坚决要求他们回工厂。后来居井觉得都是自己的错，向大家道歉。面对这冷漠的大人们，明治笑着安慰居井，但居井心里还是觉得愧疚。原田那边也进展不顺，川崎好奇地问奶奶，真的有必要大费周章只为了一个谢谢吗？奶奶柔声回答，当你能好好说出谢谢和对不起，表示你在这个社会已经站稳了脚跟。奶奶的话温柔地流入心里，让旁边的若琳和东条都陷入思考。原田回家抱怨今天找人找得很辛苦，于是美术系的学生根据描述重新画了一张。第二天，原田拿着新的画像去了事务所。奶奶看到画像激动地说，就是这个年轻人。原田和同学们猜这个人可能是居井，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去工厂找居井，结果却听说明治他们都没去实习。原来校长之前答应过让学生回去工作，可明治他们放了工厂的鸽子。厂长气冲冲来学校讨说法，嘴上说关心学生安全，实际上是找学校的麻烦，气氛紧张到了极点。这时原田赶到，看到了学生的班主任。厂长趁机更加激动，边抱怨学生没礼貌，边指着人不停抱怨，甚至开始人身攻击。原田忍不住了，严厉地责备厂长，你以前肯定也犯过错，靠领导帮你摆平吧，现在自己当了领导，只想推责任，享受权力却不想担责任，哪有这种好事？厂长没法反驳，气呼呼地说，如果原田道歉，就让学生回去实习。面对厂长的侮辱，居井坚决不让原田道歉，想把所有责任都扛下来。厂长以为原田不会再逼得太紧，没想到原田一下子就跪了下来。这一幕让大家都目瞪口呆，原田的头猛地磕在地上。安静的办公室里，额头撞地的声音格外清晰，磕头的力度既猛烈又伤感，重重的每一下都敲击着在场每个人的心。厂长反应过来叫停时，原田的额头已经流血了，血从鼻梁滑下。厂长一让步，学生终于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原田却说不想去就不要去，还批评厂长心胸狭窄，小人一个，一有事就撒腿就跑，带着显眼的伤和头顶的秃顶。原田把厂长逼得节节后退，厂长终于同意学生不必再去工厂，然后灰溜溜地逃走了。奶奶终于能面对面地向居井表示感谢。居井觉得自己没做什么特别的，很惊讶。奶奶还是那句话，无论花多少时间，都要把感谢或反省传达给对方。然后他还了居井之前垫付的餐费，还俏皮地强调自己比居井有钱，让居井毫无负担地接受了钱。奶奶的为人处事让在场的人都受益匪浅，东条更是羞愧地低下了头。混乱的一天终于结束了，明治组的人开始重新评价原田，觉得能为学生下跪的原田真不简单。明治却没说什么。送走奶奶后，佐川老师帮原田处理伤口，这让李健非常嫉妒。李健殷切地拿创可贴给原田，被拒绝后委屈地撅起了嘴。在回家的路上，东条叫住了若琳，他知道若琳可能还没原谅他，但还是想向若琳道歉。
看到若琳没反应，东条咬咬牙，向若琳跪了下来。一开始东条没有磕头，但为了显示诚意，东条闭上眼睛，硬着头皮，模仿原田开始磕头。若琳赶快制止了东条，因为她不想成为那种让人厌恶的成年人。青春期的男孩子之间哪有什么过不去的仇？东条想和若琳成为朋友，邀请她一起回家。若琳高兴地答应了，两人迅速拉近了距离，还像小女生一样约着去车站喝奶茶。在一个普通的早晨，若琳在学校捡到了一部手机，她把手机交到了办公室，恰好遇到了手机的主人山下爱里。爱里激动地抓住若琳的手道谢，像阳光一样的爱里温暖了若琳的心。若琳对这个女孩一见钟情。一个学期下来，原田和同学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他和女生交流护肤心得，和男生打成一片，班级氛围和谐友好。原田已是人见人爱的老师，居井开始觉得原田还不错。明智听后阴沉地问居井：“你是不是想放弃让原田辞职的赌注？”居井尴尬地笑着否认。放学后，若琳满脑子都是爱里，偷偷跑到爱里班级门口看他。被路过的东条发现，爱里看到若琳又一次向他表示感谢。若琳结结巴巴地回应。东条看着若琳紧张又高兴的样子，猜到若琳喜欢爱里。午餐时间，两人一起吃饭。若琳向东条询问爱里的情况，东条说他认识一个叫坂本的女孩，她正是爱里的好朋友。东条好奇地问若琳是不是喜欢爱里，若琳紧张到当场卡住。这时原田和小田来到天台吃饭，原田看若琳没胃口，随口问她是不是恋爱的烦恼。若琳瞬间僵住，若琳害羞地说一谈恋爱就紧张。看着单纯的若琳，三个男人都露出慈母般的微笑。原田特别兴奋，怂恿东条帮若琳，但若琳的自卑感还未完全消退。原田决定从增强若琳自信开始。原田还去请教了川崎、光刚等人，女生们都很愿意帮忙，于是组建了若琳的恋爱小队。话说回来，光刚你怎么和女生们那么自然地打成一片啊？原田把课堂交给校长，把天台变成秘密基地，带领恋爱小分队为若琳出主意。原田告诉大家赢得好感的关键：我不知道我到底喜不喜欢你，可能你会喜欢我们这种微妙的距离感。原田给若琳的第一个点子就是直接去找爱里要个联系方式。放学后，恋爱小分队全员埋伏在校门口，等啊等，终于等到爱里出现了。但若琳紧张的动弹不得，同伴急了，直接把她推到爱里面前。若琳站在爱里面前，紧张的手忙脚乱，说话都开始结巴了。那个，可以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吗？爱里听得一头雾水，幸好最后还是成功和爱里交换了联系方式。首战告捷，恋爱小分队围着若琳又是叫又是跳，他们比若琳本人还要兴奋。放学后，原田去买酒时发现居井违规在便利店打工。居井在实习时被厂长挑刺，心里很不服气，决心要学好点什么。原田鼓励居井，给他加油，还开玩笑说帮你保密，给我打个折吧。这句话让紧张的居井放松了些。原田临走前随手把零钱投进了公益捐款箱，这一举动让居井对原田彻底改观。原田回到家，发现戏子的新男朋友温莎和前男友安刚居然在家里和和气气的相处。温莎是个外国人，用一口生硬的日语亲切地叫原田爸爸。原田惊讶地发现温莎竟然见过自己穿女装的样子，却依然毫不犹豫地叫他爸爸。温莎还说不管穿什么，爸爸就是爸爸。温莎的话触动了原田的心，使他接受了这位年轻人。第二天，居井告诉明智自己决定退出赌局。居井认为原田是个好人，他不再想让原田辞职了。明智冷笑，表示自己会独自继续。这时，爱里邀请若琳下次一起出去玩，这消息让若琳心里小鹿乱撞。恋爱小分队听闻此事后都激动不已。原田提出一起帮若琳挑选约会服装，大家都沉浸在喜悦中。没想到顺利的进展背后隐藏着变数。爱里和坂本偷偷找到东条，并非为了若琳，而是来索要明智的联系方式。坂本对东条说，邀请若琳约会的消息是他帮爱里发出的，因为爱里其实喜欢的是明智，他开始跟若琳交换联系方式也只是为了接近明智。坂本和爱里其实是在利用若琳，消费者若琳的喜欢还叫他口罩男。东条很不开心，他把明智的联系方式给了爱里，暗示爱里是明智不喜欢的类型。爱里突然感到慌乱，爱里约明智出来见面。面对明智，爱里不再游刃有余。他想起东条说过明智讨厌看不起人的女生，他就告诉明智是坂本擅自约若琳出来的。他装出一副对若琳既无辜又苦恼的样子。明智静静地观察爱里的表演，
然后化身为鉴察达人，当场揭穿艾里的真面目。艾里这次彻底栽在明智这里了。另一边，浩浩荡荡的恋爱小分队正帮若琳选衣服，大家七嘴八舌的给若琳出主意，原田甚至直接复刻了一个自己的样子。最后大家选了东条搭配的衣服，原田大方地帮若琳买单。看到若琳满心期待约会的样子，东条实在不忍心告诉她真相，只好求助于原田。原田听到真相后表情凝重，东条不想让若琳受伤，但原田坚持这次约会必须去。约会当天大家都特别兴奋，原田突然给若琳泼了冷水，把被艾里和坂本玩弄的真相告诉她。若琳内心其实也有不安和怀疑，但她还是沉浸在这段小小的奇迹中。若琳的悲伤感染了周围的人，气氛一下子跌到了谷底。东条提议不如就放艾里鸽子，但若琳不想逃避，想亲自听艾里说真相。约会当天，原田和同学们默默地支持若琳。艾里匆匆赶来，还想像没事人一样开始约会。若琳直接问艾里，问他约自己出来是不是真的他的意愿。看艾里说不出话，若琳明白了一切。离开时，艾里对若琳说，他其实也是顺势而为，并不是真心想欺骗若琳，希望若琳能在明智面前帮他说明一下。这时候艾里还提到明智，让所有人都忍不住愤怒地握紧了拳头。原田忍不住走到若琳身边，接着同学们都站出来支持若琳。原田告诉若琳不能只听艾里的，也要把自己的感受告诉艾里。在原田的鼓励下，若琳鼓起勇气对艾里说出心声，我本来很喜欢你，但现在我开始讨厌你了。原田教育管理里的人都不懂得换位思考，心里就会变得越来越丑陋。说完了心里的话，若琳感觉轻松多了，然后跟着大家一起转身离开。东条趁机讽刺艾里，说他肯定是被明智甩了。艾里气得咬牙切齿，虽然是若琳先甩的艾里，但他的心情依然难以平复。他在水族馆里默默流泪，手里紧握着本来准备用的2张门票，就像他那破碎的心一样。原田告诉若琳，就算恋爱失败了1万次，第10101次可能就会有转机。紧接着，同学们一个接一个来安慰若琳，原田还故意在他面前耍小聪明。最后是朋友们的关心治愈了他的心伤，最终若琳又露出了笑容。第2天早上，在走廊上，明智遇到了若琳和东条。平时不怎么搭理人的明智，居然主动跟若琳说话了。他询问若琳和艾里约会的事，听说若琳拒绝了艾里，明智肯定地说，拒绝那种人，你做得对。几天后，学校要举行升学就业讲座，原田制作了通知书，分发给每位学生，并要求学生们通知家长。早会结束后，东条抱怨他妈妈太烦人，他总是喜欢在讲座后来教室看他上课。同学们都在兴奋地讨论讲座内容，只有明智一个人沉默地离开了教室。牛九保和居井看到明智情绪不佳，想找他聊聊，但明智的反应却非常冷淡。居井试图通过家庭话题引起明智的兴趣，问他是不是长得像爸爸。这一问题正中明智的敏感点。明智愤怒地说，不要把他跟那些人相比。这时李健老师也在为家庭问题烦恼，他爸爸开了一家大医院，他打算让李健嫁给一个叫财前的医生，这样他就能继承医院。父亲希望李健婚后就辞职成为全职主妇，完全不考虑女儿的意愿。李健并没有把结婚的事告诉同事们，他偷偷找佐川老师倾诉。他告诉佐川，希望婚后还能继续当老师，因为当初放弃的念头，是因为像原田这样的麻辣教师的出现，让他重新对教书育人充满了希望。这时候，原田恰好在保健室里，把这一切都听得清清楚楚。放学回家，明智看到他父亲纯一正站在家门口等他。这位不靠谱的父亲，刚出狱就见面，他首先张口就是要钱。被拒绝后，纯一气急败坏，对明智动手动脚。与此同时，李健终于向校长提交了辞职信。他躺在保健室的床上，辗转反侧，不停地叹息。隔壁床的原田开始和他聊天。原田坦诚他无意中听到了李健和佐川的对话，然后他问李健，勉强结婚真的能幸福吗？李健对自己的婚姻显得很悲观，他觉得既然不能和自己爱的人结婚，也没办法，只能无奈接受现实。看到这，原田鼓励李健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因为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幸福努力。李健低头沉思。那天晚上，李健回到家，他父亲拿出婚约，让李健和财前签字。此时原田的话在李健脑海中回响，他鼓起勇气拒绝了父亲的要求。父亲对女儿突然的反抗感到非常震惊，他竟然想强迫李健签字，结果把协议书弄得一团糟。幸好财前是个体贴的人，他帮助李健说服了他的父亲，还安慰了李健的情绪。但李健的父亲并未放弃，他坚决地告诉李健，撕毁协议书并不意味着婚礼取消。就业指导讲座那天，
家长们纷纷来到教室听课。看了通知的纯一也来了，他那恐怖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原田，让原田感到非常不自在。明智很不高兴父亲来学校找他，纯一却摆出一副尽责的样子，觉得自己是在履行父亲的职责。明智只能无奈地接受。后来李健辞职结婚的消息在学校里传开，老师们都为他感到高兴，只有李健自己知道他并未获得幸福。李健对原田说，他的父亲私自为他提交了结婚申请，他满怀绝望地说一切都无法挽回，但他的眼泪背叛了他的真实感受。他长期压抑的情绪终于达到了临界点，他勇敢地对原田说，他实在撑不下去了。原田告诉李健，在婚礼当天等着他，他将教给李健找到幸福的方式。终于到了婚礼的那一天，李健牵着父亲的手，在众目睽睽下缓缓走向台前。忽然宾客们开始骚动。如果这是个童话故事，新娘的英雄通常是帅气的王子，但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是身穿婚纱闪亮登场的原田。宾客们议论纷纷，原田不在意地说，gay 大叔也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吧。然后他大声宣布，我就是来救这位被迫结婚的女主。这时台前才明白李健并不愿意嫁给他。李健的父亲辩解说，就算不是跟爱的人结婚，也能找到相当的幸福。原田反驳说，父母无权决定孩子的幸福，父母真正应该做的是勇敢接受孩子找到的幸福。如果只是给孩子准备一般的幸福，还不如放手让他自己选择。原田接着问李健的想法，是想继续这场婚礼还是逃离？李健深呼吸一下，睁眼时眼里充满了决心。李健决定结束婚礼。台前理解地问他，你以前有没有稍微喜欢过我？李健坦白地回答，一点也没有。失落的台前泪流满面地离开。李健把手交给原田，这一刻他们就像走红毯的父女。按照惯例，原田的假发又掉了。原田牵着李健的手逃离婚礼，他要带李健回到学校，因为那里是李健真正快乐的地方。原田邀请李健的父亲一同见证他的幸福。于是一对新娘和一位困惑的父亲在学生们惊讶的眼神中走进教室。李健回到熟悉的讲台，这堂课的听众是学生和他的父亲。李健一直在父母的爱中成长，走在父母为他铺好的幸福道路上，但随着年龄增长，他发现父母选择的道路并不适合自己。李健并不怪父亲做决定，他认为在追求幸福的路上，父母和孩子都没有错。今天李健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学生关于人生的道理，在追求幸福的路上绝不能轻言放弃。李健被学生们围绕着，露出幸福的笑容。看到这样的女儿，父亲终于释然。不情愿的婚礼被取消后，李健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他真诚地请求校长让他回来继续教书，校长也高兴地同意了，但麻烦接二连三地来。原田在点名时发现明智今天没来上课，在校长办公室的桌子上明显地放着明智的退学申请。面对长井老师关心时递交退学申请，明智冷冷地说，大人们明明无能为力，为什么还总摆出高人一等的态度？戏子的前男友安刚和现男友温莎仍旧不请自来，死赖在原田家。他们发现原田有个愿望清单，清单上有些愿望已经实现，有些还没。戏子看着这本子，眼神里满是忧伤。原田对他温柔一笑，安慰他。父女俩对视，似乎有着不言而喻的意味。第二天明智还是没有来上课，同学们把明智要退学的消息传开了。这消息在平静的教室里掀起了巨大波澜。这时明智正离开家去学校办退学手续，他父亲纯一在家门口拦住他。父亲要求明智尽快退学去赚钱，还他10000日元。看到明智不满，纯一伸出拳头假装要打他。明智本能的蜷缩起来防御。平时面对大人毫不畏惧的明智，在父亲面前却显得非常被动。明智到学校后得知校长还没处理他的退学申请，他表现出明显的不耐烦。原田询问退学原因，明智却不愿意回答。两人之间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校长却说，除非明智的家长来解释退学原因，否则不会处理退学申请。明智烦躁地离开。长井老师按照明智在联络簿上的地址去家访，他在家门口遇到了纯一。长井邀请纯一出去聊聊，没想到纯一带他去酒吧喝酒。在纯一的叙述中，长井了解到了这家的经历。纯一以前是个公司老板，他们一家3口本来生活的还算幸福，因为明智喜欢足球，纯一请员工教他踢球。明智很喜欢这位老师，两人相处得很好。但不久后，这位员工揭露了公司偷税，面对前途毁灭和牢狱之灾，纯一完全崩溃。他从此沉迷酒精，还开始对家人施暴。明智的妈妈无法忍受丈夫的暴力，逃到了别的男人那里。为了阻止父亲再伤害母亲，
明智被父亲压在地上痛打，被遗弃，被殴打。年幼的明智只能泣不成声，紧紧抱着母亲留下的200万日元，仿佛那是他生活中的最后一线希望。纯一催促校方赶紧处理明智的退学手续，他希望明智退学去打工，为他挣钱。纯一对原田也是讥讽不断，说即便上了那位老师的课，也赚不到什么钱。当纯一和陪酒女嘲笑原田的时候，平时与原田不和的长井老师竟站出来为他辩护。长井一直注意到原田为学生们付出的努力，他无法容忍别人对原田的误解和侮辱。长井老师没办法，只好回学校寻求原田帮助。原田安慰长井，告诉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长井老师只需做自己能做的就行。原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明智放弃足球的真相告诉了东条和若琳。东条意识到误会了明智，希望能重修旧好。对于曾被明智欺负的若琳，原田说不喜欢明智，不愿帮忙也无妨。远离讨厌的人是保持快乐的秘诀。但若琳表现得很大度，愉快地加入帮助明智的队伍。原田把明智的照片发到了强大的 gay 社交网络，看到明智这么帅气的照片，大家都很激动，消息迅速传开。很快，他们就找到了明智工作的地点，大家各自行动起来。东条和其他人去工厂找明智，原田去找纯一。众人找到明智，劝说不停，但他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走。这时，原田的电话打了过来。原田在电话那头对明智吼道：“你爸在我这里，快来！”明智没办法，只能去看看原田又搞什么鬼。原田在仓库里搭建了一个拳击擂台，还叫来了全班同学来观战。大家都惊讶地看着原田用铁链拖着纯一上场。原田公开指责纯一向高中生的儿子所钱不体面，接着他提出让父子俩通过赌注决斗来解决问题。如果父亲赢了，明智就得退学；如果明智赢了，万的债务就一笔勾销。反正他们父子俩一个爱赌博，一个好暴力，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再合适不过了。明智脸色苍白，原田严肃地告诉他：“你对若琳施加的精神暴力，和你父亲对你的身体暴力是同样的。你和你最讨厌的父亲，本质上没什么两样。”这话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明智的心。随后，父子俩站在拳击擂台的两端，决斗正式开始。面对父亲的猛攻，明智只是躲闪，不敢出手。纯一明知道儿子不会出手，还是在众人面前把明智摔倒了。同学们都很难过，不忍心看明智被打。东条在一旁怂恿明智反击，但明智仍被原田的话深深触动。他意识到自己对若琳做的事有多可怕。明智艰难地站起来，向若琳道歉，脸上带着苦笑。最后，明智选择了认输，他无法对父亲下手，因为一旦出手，就意味着他真的变成了像父亲那样的渣。即便如此，纯一还是偷袭了明智，结果明智被打晕。原田宣布比赛平局，为了决出胜负，他决定亲自和纯一对决。明智醒来时，看到班主任和他爸在台上，他们正在通过决斗赌上自己的未来。纯一在台上还不忘嘲讽原田的性取向和装扮。原田严肃反驳：“我独特不是因为我是 gay， 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不要用有色眼镜看人，别把别人视为异类。”战斗即将开始，纯一又想偷袭，却被原田一拳击中。在原田猛烈的攻击下，纯一无力还手，最终被原田一拳打出擂台。原田宣布了自己的胜利，并警告纯一不要再接近明智。东条终于找到机会向明智道歉，若琳也主动和明智和解，同学们重归于好。没人想到明智拒绝了原田的帮助，决定退学。因为明智一直生活在被父母抛弃的阴影中，早已不再信任任何人。为了帮助表面坚强内心脆弱的明智，原田决定通过决斗与明智打赌，如果原田还手或被打倒，就同意明智退学。面对即将崩溃的明智，原田坚定地说：“来打我吧，你被背叛的次数就打我几次，我绝对不会反击，我说到做到。”明智颤抖着向原田挥出拳头，一拳又一拳，打得原田满脸是血。明智虽是出手方，但他比被打的原田痛苦更甚。看着原田的满脸伤痕，明智发出绝望的吼声：“你为什么不反击？”原田坚定地回答：“我是在告诉你，这世上还有守诺的大人。”看着明智在自责中煎熬，原田握住明智颤抖的手说：“我收回刚才说的话，你打完人后竟然还在发抖，你可不像你那人渣老爸，希望你能多像孩子一点，多向大人们依靠依靠。”明智终于被原田感动了，他在原田面前慢慢地跪了下来，脱下了满是尖刺的盔甲，像个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同学们围过来把明智高高举起。这时原田还记得被自己打倒的纯一，他对纯一说，即使被背叛，也不应该放弃自己。明智回到家，
发现纯一还在门口等他。纯一主动帮明智辞掉了工作，还把打工挣的钱都给了明智，只留下了一部分。看来原田的话也打动了纯一，让他决心重新开始。一切似乎都回到了正轨，但暗处依然暗流涌动。原田教育明智的那一幕被石野老师偷录了，他只留下视频，删掉了音频。另一面，原田回到家，拿出愿望清单，在拳击一项上盖了章。这时，原田突然剧烈的咳嗽起来，鲜血从指缝中流出。原田面对这一切却很淡定，对吐血的事一点也不慌，只是觉得可惜衣服被弄脏了。2年3班的男生们带来了视觉冲击，东条变成了性感辣妹，若琳变成了可爱女仆，连一向酷酷的明智也换上了粉色公主裙。原来是因为文化季快到了，所以在若琳的提议下，大家决定模拟原田工作的酒吧，才有了这番景象。大家对女装都感到新奇有趣，只有光刚显得有点不自在。原田希望学生们借机打破性别成见，利用这次机会突破常规。下课后，原田在办公室和老师们热烈讨论文化季的安排。原田从佐川老师那里了解到2个热门活动，一个是和心仪的人一起进鬼屋告白，另一个是在舞台上大声表达自己的心声。加上那天还是原田的生日，学生们还要帮他准备生日派对。这么多激动人心的活动，让一向孩子气的原田更加兴奋了。班上的同学们还沉浸在女装的余韵中，居井甚至调戏东条，让东条穿上女装陪他逛鬼屋。被夸奖的东条有点娇羞，赶紧转移话题，跟朋友们商量怎么给原田一个生日惊喜。光刚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他对自己穿女装的样子念念不忘。一个人悄悄在卫生间戴上了原田之前遗落在他家的耳环，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神充满了渴望和迷茫。光刚摘下耳环，若无其事地回到了教室。金泉邀请光刚文化节那天一起去鬼屋，光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金泉终于放心，露出了真心的笑容。上课时间溜进保健室，发现原田一大早就躲在床上偷懒。他试着跟原田说话，没回应，拉开帘子一看，原田蜷缩在床上，脸色苍白。李健一下子慌了，想叫救护车，但被原田拦住。原田气若游丝，李健只好去找佐川老师求助。李健匆忙带佐川回来时，原田已经像没事人一样在走动了。原田的古怪行为让李健有种不好的预感。为了第2天的文化季，全班都留下来布置，忙到很晚，最后把教室装饰成了一个有模有样的酒吧。光刚后来单独叫住了原田，他想说些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原田建议说不出口的话就一起喝一杯吧。当然，未成年的光刚只喝果汁。借着果汁的勇气，他终于向原田吐露了心声。原来尝试女装后的光刚开始意识到自己一直想打扮成女孩。这时他拿出了原田的耳环，这对耳环是原田故意留在光刚家的，希望成为他重返学校的动力。却没想到这帮助光刚觉醒了他的女性身份。面对光刚的困扰，原田认真地说，想穿女装就穿，你又没伤害到别人，做你自己就好。听到这话，光刚抿了抿嘴唇，似乎做出了某个决定。终于迎来了文化季的那天。开始营业前，同学们给原田准备了生日惊喜，准备了画有原田头像的小蛋糕。从开学初被称作变态大叔，到现在全班一起唱生日歌，原田与学生们渐渐形成了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开业后，2年3班的酒吧生意非常好，戏子也带着她的男朋友们来光顾，同学们都在热情地接待客人，连若琳和明智都兴奋地投入到营业中，接待和服务轻而易举，卖萌对他们来说也易如反掌，这让豪爽的东条都看呆了。大家在忙碌中也没忘记去体验一下著名的鬼屋。佐川老师和小田老师成为一对，光刚和金泉也是一对。在李健的邀请下，原田为了扮演绿野仙踪，将自己装扮成史莱克的古贺老师也去了鬼屋。结果其他队伍被扮成丧尸的同学吓得尖叫连连，但原田他们因为有史莱克，反倒是把扮丧尸的同学吓得落荒而逃。光刚和金泉成功闯过鬼屋，拿到了传说中的告白成功券。金泉借着刚通关的势头想对光刚告白，没想到光刚抢先一步说自己有事要说。金泉心里满是窃喜，他满怀期待地注视着光刚。光刚缓缓开口，我想成为女孩。这时金泉已听不见光刚接下来的话，他颤声问道，那你喜欢男人吗？光刚只说他现在想成为女孩。金泉强装笑容，鼓励光刚做自己。金泉几乎要被情绪淹没，他送走光刚后，手里紧握告白成功券，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金泉以为自己就出了王子，没想到王子梦想成为公主，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悲伤，也是最无奈的单恋。另一边，决心在鬼屋通关后向佐川告白的小田老师，因为太害怕没能坚持到最后，羞愧地坐在走廊上哭泣，还需要佐川和学生们来安慰。真不愧是你 Half Boy。 文化节渐入尾声，众人翘首以待的喊话环节终于开始。台上的人既有学生也有老师，大家都勇敢地说出了心里话。当光刚走上台时，所有目光都聚焦在他穿的校服短裙上。光刚站在麦克风前，勇敢地向全校师生发表自己的宣言：我想成为一个女孩子。听到光刚这番话，明智第一个鼓掌叫好，坐下的同学们也纷纷为光刚的勇气鼓掌。原田看着光刚，眼里充满了欣慰，没想到他突然痛得全身冒虚汗，甚至弯不起腰来。接下来轮到原田发言了，他硬撑着身体走上台，大家看着摇摇欲坠的原田都感到有些不妙。在这肃穆的气氛中，原田一手捂着肚子，缓缓地说出：我生病了，医生说我活不了多久了。台下顿时一片寂静，老师和同学们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原田，都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原田接着说：我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于是我把想做的事情都列了个清单。原田从旁人手中接过那份清单，成为老师，担任侦探社的顾问，练习拳击，穿上婚纱，这些都是原田列在遗愿清单上的。他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事，看着我心爱的女儿结婚，当总统，驾驶大象，在保龄球赛中得满分。这些愿望都展现了原田独特的个性，纯真、真挚，同时又随性又搞笑。最后原田深情地说：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我的学生们毕业，在实现所有愿望之前，我会坚强地活下去。原田离开舞台后，明智带着全班同学去找他。面对那些沉浸在悲伤中的学生，原田说他会从死神那抢时间，让大家都振作起来。本来一脸严肃的明智突然笑了，他试图轻松地和原田打个赌，赌原田若在他们毕业前去世，就算他输；撑到他们毕业，就算他赢。如果原田赢了，全班同学都会帮他实现所有愿望。原田当然乐意地答应了。这一刻，他们仿佛回到了故事开始的时候，两人以这个赌约为契机，展开了一系列既有笑声也有泪水的青春故事。当大家都沉浸在文化节的气氛中，石野老师却把原田安慰明智的视频剪辑成老师欺凌学生的样子上传到了网上。在昏暗的办公室里，石野老师的眼镜反射出冷冽的光芒，网上的键盘侠们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纷纷谴责原田，大量记者也把学校围得水泄不通。在媒体压力下，学校只能考虑暂时让原田停课。长井回到办公室，在全校老师面前表达了对原田的信任，声称学校很快会让原田回来继续任教。石野老师站出来反对，心怀叵测。他认为民众不会轻易原谅原田，还担心这会影响到学校一直推崇的多样化教学。老师们面面相觑，长井一时间也说不出话来。就在这时，校长站出来承担了所有责任。学校紧急召开了记者会，考虑到明智身上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校长选择了隐瞒暴力事件的真相。记者们只是想大做文章，抓住原田氏同志以及他的女装癖不放。这场混乱的记者会最终以校长引咎辞职告终。2年3班的同学们也听说了这一消息，作为当事人的他们对被歪曲的视频感到愤怒，同时也非常担忧原田的处境。在明智的带领下，同学们团结一心，寻找诬陷原田的真凶。风波过后，校长主动辞职，石野老师接替了他的位置。原来这家伙搞风搞雨就是为了当校长。石野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长井让原田辞职。长井对此感到既震惊又不满。平时在家的原田并不如表面上那么自在，他让妻子把所有女装整理好，整天无精打采地躺在沙发上，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妻子非常担心原田可能会被学校开除。原田翻看着愿望清单，故作轻松地说不当老师就去做别的。嘴硬的原田看到那个未盖章的毕业证书的愿望，脸上不由自主地流露出遗憾。这时长井老师来到原田家拜访，看着沙发上穿汗衫裤子的秀顶男人，长井差点没认出来。面对长井的到访，原田嘴上不情愿地说不要来，快走，但身体很诚实地准备了茶和豆腐皮寿司招待他。长井看不惯石野迫使校长辞职后又逼原田走人的做法，他还非常好奇原田为什么想当老师。原田开始不愿说实话，笑嘻嘻地说要吃饭呢。长井不厌其烦地一次次真诚的提问，最终打动了原田。于是原田的过去就这样慢慢展开了。40年前，原田还是个意气风发的初中少年，那时他加入田径队，非常受同学们欢迎。虽然有个告白的可爱女孩，
他更关注的是田径队的顾问松坂老师。可惜原田的田径生涯因伤病很快就结束了。看到原田失落，松坂决定帮他找回对生活的热情。游泳、象棋、茶道、魔术、乐器。为了填补原田心中的空白，松坂一个接一个的向原田展示新奇有趣的事物。谁知道是松坂自己照亮了原田的内心。原田爱上了松坂老师。对一个10几岁的少年来说，即使知道自己喜欢男人，也只能在心里否认。为了解决内心的挣扎，明知会被拒绝，原田还是鼓起勇气表达了自己的爱意。果不其然，松坂没法回应原田的感情，但松坂告诉他，喜欢男人就是喜欢男人，爱的感觉没有错。这番话在当时可谓是非常前卫，给了原田无尽的勇气。10几年后，27岁的原田得知松坂去世的消息，他去祭拜，发现松坂留下的遗物是一本愿望清单，清单上有一个松坂生前未能实现的愿望，希望所有学生都能毕业。看到这份清单，原田在想，他能不能把老师教的道理传授给其他迷茫的年轻人。满怀热情地走进校园，却面对社会对 gay 群体的指责。学生把他和男友的照片贴在黑板上，还写着变态老师。为了逃避社会压力，原田和一个 les 的女性朋友假结婚。舆论的压力似乎消失了，但原田越来越讨厌自己的虚伪，最终决定辞职。原田决定开始新生活。他和 les 朋友从孤儿院领养了女儿细子。为了照顾孙子，原田开了一家 gay 吧。他没有再找男朋友，一家3口过着平静但幸福的生活。直到8年前 les 朋友去世，原田自知不久于人世，他又回忆起当老师的梦想。回想起过去的艰辛，原田不禁感叹，尽管现在的社会比以前宽容多了，但对 LGBT 群体的偏见仍然存在。带有偏见的报道何时才能停止？讲到感人之处，原田满怀感慨地看向他心爱的女儿，结果发现女儿跟男朋友都在玩手机游戏，他气得像土拨鼠一样咆哮。原田清楚长井有任务要完成，体贴地说自己可以主动递交辞呈，好让长井能顺利完成任务。没想到长井坚定地回答，我绝对不会让原田老师辞职的，这就是我现在的目标。平时积极的原田此时显得有点消极，他觉得大众总是盲目的，高举正义之剑打击邪恶。曾经总被原田压倒的长井老师，这次终于成功反驳，正义不是利剑，而是盾牌。长井叮嘱原田要好好照顾自己，静待佳音。在回家的路上，长井从包里掏出辞呈，将其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第二天，同学们反复看那个暴力视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他们将视频对比度调高，看到了石野偷拍时反射在屏幕上的脸。他们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办公室的老师们。长井也在努力制作了大量请愿书，希望通过公众签名的方式请愿撤销对原田和校长的处分。但要让公众了解真相，需要明智站出来，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告诉大家。明智一开始就决定揭露真相，他模仿原田的语气，严肃地训诲老师们：你们大人偶尔也要学着依赖我们未成年人。明智和长井对视一笑，开始行动帮助校长和原田。明智紧急召开记者会，勇敢地揭示自己的伤疤，将真相毫无保留地展示给媒体。其他学生和老师也走上街头，发起了撤销处分的签名活动。李健老师也想出一份力，一个人伪造了几十份签名，写上了李小龙、埃及艳后、吉米亨德里克斯等名字。不管那些人是不是已经去世了，小田看着都满头问号。石野好不容易才坐上校长的位置，办公室的椅子还没坐热，就被长井用请愿书从高处砸回现实。同时，老师们还拿出了石野陷害原田的证据，铁证如山。石野只能承认这么多年都在嫉妒校长，希望通过牵连原田给校长制造麻烦。长井威胁说，如果石野不撤销对原田的处分，并且把校长的位置还回来，他就辞职了，带着老师们开了新学校。学生们也纷纷转过来，只留下石野一个人当光杆司令。在这3重压力之下，石野只得放弃手中的权力，把校长和原田都请了回来。这下事情终于圆满解决。当原田穿着靓丽的女装回到课堂，同学们都真心的高兴起来，但他们忘了一件事，原田的身体就像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原田站在讲台上一字一顿地说，虽然很感激大家的签名活动，但我决定还是要辞职，不干了。学生们的笑容突然凝固，他们那么努力让原田回来，现在他却突然要走。明智质问原田，难道看着学生们毕业不是你的梦想吗？原田当然希望看到学生毕业，但他现在有别的事想做。明智坚定地看着原田说，
我们不会留你，有想做的事就去做吧。原田正式从豪林馆辞职，没想到女装教师不但没减少，反增多了。2年级的男教师们纷纷戴假发穿女装，全员原田化，学生们都看呆了。但老师们的女装都差了点火候，反倒让大家更加怀念原田。下课后，女装老师们挤在办公室，打算拍张合照发给原田，大家正笑骂着玩成一团。这时校长带来了个惊喜，他决定让石野老师回来任职。校长说，如果是原田的话也会这么做，先严厉教育一个人，然后再好好原谅他。石野也向大家道歉，为自己的行为赎罪。老师们也大方接受了他，还打算把石野变成女装大佬。不知不觉中，原田的信念已经深植每个人心里。此刻2年3班的学生也聚在一起，商量能为原田做些什么。明智提议，虽然大家才2年级，可以在班里举办一次非正式毕业典礼，来完成原田的一个心愿。明智的提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同学们都为这个好主意感到振奋。只有东条一个人郁郁寡欢，心不在焉。原来东条一直对原田的离开耿耿于怀，他心里其实很清楚，原田离开是因为身体实在撑不下去了。明智和若琳也都明白这一点，但明智还是选择相信原田能战胜任何困难。戏子回到家，却发现原田已经晕倒了。他急忙把原田送到了医院，并打电话给长井。长井急匆匆地往医院赶，路上碰到正在询问原田家地址的东条，长井就带着东条一起去医院看望原田。长井和东条紧张地走进病房，看到原田已经安全无恙，两人都松了一口气。长井一见到原田就开心地和他争吵起来，东条脸上还是挂着担心的表情。东条虽然平时爱装酷，其实感情很丰富。他坐在原田床前，细数原田和同学们的点点滴滴，眼含泪光，质问原田为什么要瞒着大家做那么多事。现在我们想帮你，你却突然消失了，你是不是已经撑不住了？原田还硬撑着说，我来医院只是为了体验一下住院生活。东条眼泪快要掉下来时，原田一把东条搂进怀里，大声说，我原田信男绝不会轻易倒下。然后他深情地对东条说，成年人的世界有时候不得不强颜欢笑，然后默默退场。我要像安室奈美惠那样华丽的隐退，让人留下遗憾。这番话让东条忍不住笑了。东条一遍又一遍的确认，原田也一遍又一遍的回应，我绝对不会死。长井和东条离开后，原田虚弱的躺回病床。戏子做了一份愿望清单，上面列着他想和原田一起做的事。原田温柔地看着他，戏子每说一项，他都开心地附和。为了参加学生们的毕业典礼，原田向医院申请了外出许可，久违地回到了学校。打完招呼后，他直奔保健室找李健。两人躺在保健室的床上聊天。李健坦言，没有原田的日子，学校变得无聊了。原田在时，李健总能对烦恼一笑而过，现在却只能把烦恼积压在心里。原田对李健说，正因为有烦恼，快乐的时刻才显得更加珍贵。听到这里，李健激动地说，是原田让他的世界变得快乐，他害怕这种快乐会从生活中消失。原田告诉李健，不能只依赖别人给的快乐，而应该认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心里想，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听原田的说教了。虽然想放声大哭，我还是努力对原田笑了笑。原田来到教室时，同学们已经把教室布置得非常漂亮。小田把学生们亲手做的毕业证书递给原田，却被原田搁到了一边。原田笑嘻嘻地拿出了自己做的粉色亮片心形毕业证书，逗得大家哭笑不得。明智说，大家可以互换毕业证书，留作纪念。学生们做好后，由原田主持的2年3班毕业典礼正式开始。原田按学号把毕业证书递给每个学生，这毕业证书花里胡哨的，跟原田一样，上面的内容也是充满原田式的搞笑。给明智的留言是，被你打的地方真的超痛的。给光刚的话是，裙子再短点更好看哦。小田老师也拿到了毕业证书，一块有衣柜味道的豆腐皮寿司。原田总是笑着，即使在最后时刻，他还是笑着向大家告别。每个学生心里都有酸涩，但现在他们要笑着面对，用最灿烂的笑容留给这个世界上最古怪也最棒的变态老师。给每个学生颁发完毕业证书后，明智拿出了同学们一起制作的毕业证书，表达对原田一直以来贡献的深深敬意。看到这张画满爱心的证书，原田终于忍不住了，他开始大哭，一边哭一边抱怨，我的妆都要哭花了。明智笑着说，我们已经实现了你的愿望，现在轮到你实现大家的愿望了。明智、若琳和东条三人蒙住了原田的眼睛，带他到了熟悉的顶楼。明智恢复了高中生应有的活泼开朗，毫不畏色地对原田卖萌。原田往楼下一看，
发现学生们已经撑开了大幅布幕，在楼下等他。多么熟悉的场景啊！原田刚来豪林馆时，也是用这种方式让若琳重获新生。现在学生们打算用这种方式来重置原田的寿命。原田调侃道：“这些学生简直是小魔头。”他们笑嘻嘻的回应：“都是跟原田学的吗？”原田站在顶楼边缘，最后一次点名全班同学。学生们在成长，原田也是。他曾是个不记学生名字的新手教师，现在他信任地把生命交给这些学生。原田毫无顾忌地跳下去，裙摆翻飞，底裤外露。落地时，假发也如预期般掉落了，只剩那熟悉的大光头了。学生们围着原田，原田一边调整假发，一边嘟囔：“这下可以去添一顶新的假发了。”学生们忍不住笑了起来，虽然依依不舍，但告别的时刻终究还是来了。望着原田远去的背影，学生们泣不成声地呼喊着他的名字。原田没有回头，他不想让学生们看见自己失态的样子。明智笑着送原田离开，但眼泪仍不自觉地滑落。原田一回到家，惊讶地发现戏子要和男友一起出国，而且第2天就要出发。原田不敢相信地指着自己：“我随时可能就会死啊！”戏子笑着回答：“原田信男不会死的。原田信男总是那么可靠，面对任何困难都能轻松应对，连死亡也挡不住无敌的原田信男。”原田拿出他的愿望清单，想要在交给学生毕业证书那项上盖章，但他犹豫了一会儿，最终还是留下了这个空白。这个未完成的愿望成了原田继续生活的动力。1年半后，曾是2年3班的学生们举行了真正的毕业典礼。时间并未淡化师生间的深厚情感，学生们仍每日思念着原田。画面突然转到原田的小屋，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响起，一个穿灰色丝袜的大叔正在屋里翻找东西，嘟囔着：“我的裙子到底哪去了？”没错，原田还活着，他终于找到了裙子。时间已经不多了，原田穿上高跟鞋，开始向着他深爱的学生们狂奔。